晨3点，一名环卫工人听到了警报音，进来就发现了一名女性躺在那里昏迷不醒。对，这附近有监控吗？没有，因为这一整片都是拆迁区，平时都会有围栏围上，只不过有人为了从这里抄近路，特意开了一个口，偶尔会有人进出。这儿拆迁多久了？从动迁到现在，差不多1年半到2年了。受害人信息调查出来了吗？本地的一名女大学生，叫郭媛，20岁。现在情况怎么样？经过抢救，人已经醒了。郭女士，你平时会经常走那片拆迁区吗？很少。那你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结过仇呢？没有。袭击你的人的样子，你记不记得？没有。一切发生的太快了，他的头被蒙着，然后他就过来打我，一直打，他就像一个野兽一样，他想要打死我，他想要打死我。顾女士，先别激动，我是画像师。如果你可以尽可能的回忆起案发时的更多细节，我们就能尽快帮你找到袭击你的凶手。你们找不到的，我就不该走那条路。他们都说那条路，只要进去了，就出不来。对，那不是人，是鬼，是鬼袭击的我，不是人，不是人。程队，寻人启事上那个李红的资料找到了，是个本地人，37岁，靠捡废品为生，1年前走失，报失人是她的丈夫，走失的时候没有携带任何财物，至今下落不明。还有，她小时候得过佝偻病，是个驼背。失踪的位置能确定吗？不明确。我想再去拆迁区看看。你怀疑跟郭媛的遇袭有关？不确定，去看看。好。您再好好想想，袭击你那个手套的 logo 是这个品牌标志吗？是。红色的勾不就是耐克吗？可是刚刚我们的同事核实过了，耐克从来没有生产过你所说的劳保手套材质的产品。没关系，吴女士，你再好好想想，尽可能的回忆一下，还有没有更多细节？我记得那个手套有点磨损，有很多断断续续的地方。郭女士，这样，你看一下，袭击你的手有没有在这个角度出现过？有。这就对了。所以，你是通过了自己的脑补，把它想象成了一个红色的狗。
现在我需要你继续去回忆一下，你看到这个 logo 的手套，还有哪些不同的角度？我可以试着还原出来。怎么样？问了一圈，没人认识这个李红。走。老先生，您经常在这儿收东西啊？有什么事儿啊？没看见我正忙着吗？啊，是这样，我们在找一个人，您认不认识一个叫李红的？什么李红不李红，不认识。他之前也在这儿收东西，您看看。哎，这不是那个驼背罗锅女吗？您认识他啊？不认识。好久没见她了。那不干了吧？你找她有什么事儿？是这样，他是我们家一亲戚，突然之间就联系不上了，怕他出事儿，我们就出来找一下。或者您知不知道他会在什么别的地方收东西？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别烦我啊！爷爷，我们家里人真的很担心他，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求求您告诉我。行吧，我帮你群里找一下。哎，还有群，演得不错。有了。啊，那是在开放街，他收过那个易拉罐，还有在那个春租路啊，他还捡到过好东西呢。哦，这边还有啊，在那个老片区啊，那边有个化工厂，那边出过事儿，我们都不去，可他去过。就这些了。谢谢，谢谢。谢谢您。这是那个驼背的女的吧？我记得，之前她经常来，我还和她说呢，这地方发生过事故，那厂子都荒废多久了，哪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哎，她偏不听啊，非要闹着进来，我也就没管她了。那你最近有见过他吗？那没有，谢谢。没事。我根据郭源描述凶手佩戴的手套，还原出了上面的商标，是宏达化工厂的劳保手套。我想再问一下，这个厂子在废弃前叫什么名字？宏达化工厂。这工厂为什么废弃了？以前厂子里存的都是氨块，后来意外失火了，导致这个氨气泄漏，把整个厂子都污染了。当时消防、警察全都来了，把厂子里的人和周边的居民都疏散了，事情闹得可大了。你们每天巡逻吗？这也不是每天吧，隔三差五转一转。所以不能排除有人私自进出的可能性。就这儿。把门打开。好。这废弃了这么久，里面应该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吧？
氨气呀，就这味儿，这门常年锁着，估计当年那味儿都没散干净了。这里面是什么地方？这里面应该是地下室，就放一些小烟罐，就存原料的地方之类的。这锁我没见过呀，能打开吗？我试试啊。不行，没开过这个，让我来。老婆，程队，这味道不像是氨气。是尸体。立刻通知技术科和法医。是。在调查女大学生郭岩遇袭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宏达化工厂。在化工厂内，我们找到了6具尸体。根据法医生物痕迹的比对，我们确认了6名死者的身份。王梦晓，28岁，传媒公司前台，1周前失踪。我们在他的颞骨沿部发现了出血的情况，由此推断死因为溺亡，而且他的手腕跟脚腕处都有被捆绑的痕迹，应该是被人捆住了手脚，然后溺水身亡的。赵元庆，26岁，电子元件厂的职工，5个月前失踪。死因也是溺亡，但由于尸体的腐烂程度比较严重，具体的死亡时间还没判断出来。
柳芳，33岁，不夜城 KTV 的老板娘，10个月前失踪。她的胸部有锐器造成的致命伤。李红，37岁，靠捡废品为生，1年前失踪。死因为外力窒息致死，推测是被人从背后用麻绳勒住了脖子。周国良，42岁，房产中介，1年半前失踪。死因是被外力窒息致死。我们在尸检的时候发现他的鼻腔有粉末，但具体的成分还需要技术详细成分的报告。最后一名死者冯小文，失踪的时候50岁，南沙市人，他是所有死者当中唯一的一名外地人，其职业是朝晖京剧团的京剧演员。1年半以前，其女儿向南沙市报失踪，报案的时候声称自己半年没有见到她了。根据尸检判断，冯小文是这6具尸体当中的第1名受害者，但由于时间太久，具体死因没有办法明确。不过我们在他的左小腿骨和左小臂处都发现了暴力性骨折的痕迹，右手4指脱臼。目前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死者性别、年龄、职业都不同，社会关系也没有交集，这从哪儿查？程队，我们从头查。蒋峰，你去排查一下第1名死者冯小文生前的社会关系以及最后的行动轨迹。郭源案件的有关物证与化工厂存在关联，不排除是这起系列杀人案的延续，这条线也要同时侦查。各位，这个案子案情极其复杂，属于恶性特大系列杀人案，虽然侦查压力很大。但正是这种案子，才能体现我们克难攻坚的尖刀作用。干活吧。当年啊，南沙市派人来让我们协查，我们呢也找到了冯小文最后落脚的酒店。酒店老板啊给了我们一部手机，说冯小文2年前离开的时候啊，手机就放在房间里面充电，行李什么的呀也都在，但人走了就再也没回来过。那在手机里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吗？我们恢复了一些图片，发现冯小文啊来过北疆演出。就在宏达化工厂。程队，冯小文的女儿吴念君从南沙赶过来了。我妈是怎么死的？具体死亡原因还在调查中。她是不是被人害死的？你先别激动。她一定是被人害死的。她一定是被人害死的。关于你母亲的死因，你有什么线索吗？我妈来北疆，就是为了找葛雨天。是葛雨天把我妈害死的。
葛雨天，干嘛你们？北京分局刑侦大队的，有一起案件需要你配合我们调查。谢谢。你之前在宏达化工厂工作过？对。厂子出事之前呢，我在那儿做监管员。那出事之后有再回去过吗？没有。火灾之后那片都被污染了，厂子也倒了，周边都荒了，就没有再回去过了。这个人认识吗？认识。但是他失踪了，到现在都没找着。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失踪的？大概是1年半以前吧。他女儿和警察来找我，那时候听说的。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半年没联系了。为什么不联系了？怎么说呢？他女儿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挺反感的，觉得我是骗子，要骗他妈。我为了不让他妈为难，我就主动断了联系。所以，你跟冯小文到底是什么关系？她是我干妈。我们查到，你曾经介绍冯小文买过保险。对，我那个时候在做兼职卖保险，他为了要照顾我的业绩吧，就填了我的名字。但是到最后，他是在我同事那儿买的，跟我没关系。在这份保单的受益人一栏，写的是你的名字。这件事你知情吗？知道，他当时跟我提过这个事情，说是跟他女儿关系不好，两个人老是闹矛盾。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猜测啊，可能是因为赌气，就填了我的名字。但是当时我就拒绝了。后来他就失踪了，到现在都没改过来。金岛同志，到底是出什么事了呀？是我干妈有消息了吗？我们在宏达化工厂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冯小文的尸体。
你们搞错了吧？他女儿说，你是为了骗宝才杀了他的。冯小文买的是分红险，活得越久，钱越多。我骗他什么？我骗他什么？怎么样，问出什么了吗？暂时还没有。我仔细观察了下那几具尸体的摆放，各有形态，就好像有某种仪式感。所以我觉得冯小文的死是非常特别的。要不我跟他聊聊？行。我们还原了冯小文手机里的照片，不得不说，光是看这些照片，我就能真真切切地领略到他舞台上的魅力。这一出贵妃醉酒，雍容中带着几分醉态的娇柔。这一出谢瑶环更绝，轻衣、小生、切换自如。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出《霸王别姬》里的虞姬，真是淋漓尽致。她是你的干妈。那这一张，应该就是你干妈第一次到你们厂演出的时候吧？对，演的是孙尚香，真是顾盼神飞啊。那你们也是从这一次之后开始认识的？能帮我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吗？冯小文的去世，我也很难过。我从来没有机会在现场亲眼感受过他表演的魅力。帮我弥补一下这个遗憾，就算是我对他的缅怀，可以吗？当时他要来我们厂演出，同事们都抗议，说老板太抠门了，请一个18线的偶像来也行啊，整一个唱京剧的，谁爱看？当时演出的时候，看的人并不多。当然了吧，也没人看得懂。
其实我也看不懂。本来我想走的，但又感觉这样有些不尊重，就很纠结。就在我最后决定要离开的时候，结果他一个眼神儿就把我留下来了。台下就一个人，他居然能坚持把戏唱完了。我就特别感动。戏散场之后呢，我想去表示一下感谢，所以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我知道他是一个有名的京剧演员。我们俩的这个关系吧和地位差的太大了，我以为他根本不会搭理我，结果没想到他挺平易近人的。洪老师，你辛苦了，刚才唱的特别好听。哦，是你啊，谢谢，谢谢。你没吃东西吧？啊，我给你买了碗馄饨。这是给我的。对。谢谢谢谢，这样小我自己来。我来，小心。哎呀，还挺烫的，谢谢啊。来，你尝尝。好，好香啊！真饿着呢。这味道你熟悉吗？我去那个省院食堂打来的。哦，我说呢。我上网搜了一下，你之前不是有篇采访，在里面提到过这个。那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真有心。不好意思啊，冯老师，我们都是打工的大老粗，也听不懂戏，你别介意啊。打工的看不懂，领导就能看得懂啊。哦，不好意思，我是说，再没有人看，这戏该唱也得唱下去啊。也许哪天就遇上个小知音呢。哎呦！哎，拿纸擦一下。没事。你今天值班吗？我是这儿的监管员。哦，我说呢，你叫葛雨天哈。哎，这个只是我这个兼职。没事。啊。人寿财产，哎，
谢谢哈。确实，从他朋友圈的照片也能看得出来，他的演出环境也开始越来越简陋。对，这个戏曲的这个是越来越难。不仅如此，我还发现了一个变化。他之前朋友圈发的这些照片，不管是从构图还是从光线，一看就是专业的剧照。可是，就是从去了你们场演出之后，他好像就开始对照片没那么讲究了。你看这张，这一看就是拿手机在观众席上拍的，因为舞台灯光的原因，照片都曝光过度了。然后我就查了一下这些照片的信息，发现拍摄这张照片的手机和你现在用的手机型号相吻合了。虽然说拍的不专业，但是我不得不说，只有你才可以拍出冯小文真正的美。对，这些照片都是我拍的。所以在那之后，你就成了他的铁杆心意。从那之后啊，我对戏曲就越来越痴迷。他的每一场演出我都没有落下，就跟追星一样。追星。追星。那看来你还追到他的另一面了。这张，他卸了妆，笑得跟个小姑娘似的。这村里搞社戏就是热闹啊！这门口一摊摊的都是好吃的，把我那几个徒弟馋的呀。你明天还唱吗？你还来吗？来呀，一唱我就来啊。保定村可是好远的。没事儿，我借了厂里的车来的。好啊。真想好好的给你唱一出，这村子里的台子太小了，如果要大一点，我今天的第二幕上台其实是应该这样，蹭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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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蹭。神经病啊！大半夜的装神弄鬼。你没事吧？神经病！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你给我打呀！谢谢。冯老师啊。啊。你今天不是值班吗？这个给你，这叫月季，也叫月玉红。你3、4天浇一次水，养得好的话，每个月都会开花的。给。
收了。走了啊。走吧。谢谢啊。你送的月月红是这张吗？对，每次演出完我都会送一束。月月红的花语是等待希望，那你在等待什么？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不懂？那我来告诉你，你在等待什么？你在等待他上钩。亏你还把自己说的这么深情款款。但事实是，你和那些为了欺骗老年人买三无产品而上门嘘寒问暖的骗子是一样的。你无非是把冯小文当成一个冤大头，你在骗他的钱。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怎么不是？你认识他的时候，他还50岁不到，有太多险种可以买了，保费又高。你凭什么这么说我？我不是骗子。这么大的一笔生意，当然值得你全情投入了，甚至不惜叫一句干妈。把腿闭上！你跟他们是一样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杀了他，是你们的偏见把他逼死的，是你们把我逼死的。我们？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他不分你我的？这是第1名受害者，冯小文的位置。我记得你开会的时候说他的死因还没有确认，是吗？对，我们只发现了他左小腿骨和左小臂有骨折，右手4指脱臼。你看，这有大量冯小文的陈旧血迹，我判断这是他死亡时的原始位置。替我拿一下。左小腿骨和左小臂骨折，右手4指脱臼。这儿有明显的陈旧性血迹和划痕。冯小文有可能是从这里爬过去的。帮我个忙，假设你被困在这里，然后你发现了这个逃生梯，你想通过这个梯子爬到窗户逃出去。这太滑了。你没事吧？没事。
我明白了，冯小文的身形跟我差不多，他左侧的骨折，应该刚刚跟我的情况一样，他是想去扶那个把手往上爬，然后意外摔下来造成的。所以当年的真实情况，应该是冯小文由于某种原因被困在这儿，试图逃生失败，最终被困死在这里。所以他和其他死者不一样，他可能不是被谋杀的，而是被活活饿死的。这得多痛苦啊！即便冯小文不是被人谋杀，但他的死也要查清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被困死在这里。昨天晚上又没睡好。没事。和葛雨天聊得怎么样？我觉得葛雨天和冯小文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冯小文不是葛雨天的干妈吗？他们很可能是男女之情。啊？而化工厂是他们相遇的地方，对他们来说有特殊的意义。所以冯小文的死，不可能跟葛雨天没有任何关系。派出所也送来了冯小文当年的失踪调查资料，上面显示，他是在2年前的4月20号早上8点50分离开酒店，然后就失踪了。而在那年的4月20号，正好就是化工厂出事的日子。而且冯小文的最后一通电话，就是打给葛雨天的，但他没有接。你确定火灾发生那天，他不在工厂里？嗯，我特地查过了，那天葛雨天本来是应该要上班的，但是火灾的前2天他就请假了，说是家里人住院了，要去医院陪床。对，我是管床护士。我记得他确实在我们病区陪床。你怎么会记得那么清楚？那天正好电视上报道了化工厂火灾的事，说还有泄漏。他特别震惊，从病房里冲出来，打电话问同事现场的情况。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化工厂的员工，当时大家都还说他逃过一劫呢。火灾发生的时候啊，大家都拼命的往外逃。我啊，当时在搬东西，要不是我反应快，差点命就没了。你们当时在现场，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当时都懵了，现场乱七八糟的，大家都顾着逃命啊，谁还顾着看别人啊？我想起来了，我好像见过这个人。当时我记得大家都往外跑，就他使劲往里冲，还抓着我跟我借手机。我当时就想着赶紧逃命，哪有功夫借手机给他呀？你确定你见过这个人？不好说，但看着有点像。我记得当时他手有一股子劲儿了，就跟疯了似的。已经查明，火灾那天葛雨天不在现场，而且他也不可能知道冯小文当时会出现在那里。火灾那天，
你一定是去找葛雨天。手机尾号1005。沈警官，你又要干什么？想送你一幅画，希望这幅画能画出你眼中冯小文的美。什么意思吗？我觉得是大家误会了你们的关系。之前我们一直都以为你认冯小文当干妈是有目的的接近，现在我明白了，那是你面对外界偏见的一种无可奈何。你们俩的感情一定很难吧？哎，您好，请问那个冯老师在吗？你女儿到团里闹了好几次了，现在团里上上下下风言风语的话都传出来了。这事儿我本来就不想管。干我们这行的，博个好名声得一辈子，但是要坏个名声的话，几句话就行，对吧？小文啊，你是台柱子，在别人眼里，你是德高望重的艺术家，这是你小心了一辈子才迎来的。艺术家怎么了？艺术家就没有恋爱自由了？谁说不让你恋爱自由了？你不是不知道，现在戏曲市场是多么的不景气，上面早就想把咱们这个年年亏钱的剧团给撸了，就是因为有你这张金字招牌。现在可倒好，你把这生活作风的把柄直接交出去了。怎么就是把柄了？啊，合着我一个丧偶的女人，我谈个恋爱就是生活作风问题啊？谈恋爱也得要看对象，这相差这么多岁的差距，这说轻了，这叫差了年纪；这说重了，你这是串了辈儿啊！我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关别人的事儿。小文，你非逼着我把话给说透吗？他就是个卖保险的，你都多大年纪了，什么样的大风大浪你没经历过？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人家就是图你的钱。小文，该说的不该说的，我今天可都说了。你可以不在乎，不管我们这个剧团，你也可以不把京剧当回事儿，但是，请你念着我们这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心血，还有你精心培养的、一手带出来的那些孩子们。我知道。你怎么来了？哇，真好看！是真的假的？嗯，真香。那个，你什么时候买的那个保险？哦，而且，那个受益人你为什么填我呢？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你是不是应该事先跟我商量一下？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我买保险，受益人不该是伴侣吗？刚才团长说那些话我都听见了。你这么一弄，那大家怎么看我们呢？这件事情跟别人有关系吗？反正我决定，我买这份保险，其实也算是给我们两个人未来的一种承诺吧。你知道为什么人越大胆儿越大吗？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是他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吧。除了我们彼此，没有人相信我跟小文的爱情。那后来呢？后来为什么分开了？后来，他选择了你，是你退缩了。哟，你怎么来了？你没提前说一声，快进来。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闺女。这个是她未婚夫，不过周6就结婚了。哦，你坐这儿，我给你倒点水喝。我来吧，我来。我来。一样。我来吧。我来，一样。你坐。我来吧。妈啊，我嫁人了，以后就不能常陪着你了。你赶紧找个靠谱的吧，不然以后孤零零的一个人，多寂寞呀。那个，我……但是前提是啊，可别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给骗了。妈，我跟你说，现在外面扮猪吃老虎的骗子可多了。您虽然德艺双馨，但一个人待久了，自己还是得稳住了。那种人呐，就会用各种花言巧语把你给搞糊涂。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上当了。您说是不是啊？啊。你没事吧？你要给我找个后爸也不是不行，但爸字我得喊得出口吧？君。啊，对了，这位是您新收的徒弟吗？这就是你说。我是冯老师的戏迷。经常看冯老师的戏。冯老师看得起我，所以我就认他做干爸。原来是干儿子呀？那我怎么称呼？哥哥？我今天正好带了点这个东西，也不知道你们今天这个大的喜事，祝你们新婚大吉，百年好合，百年好合。快收下呀，哥哥给的。谢谢哥。谢谢哥。谢谢你之前照顾我的生意，以后
我就不多打扰你了。你们忙，我就先走了。对，后来是我退缩了。我不想让他承担更多的压力和非议，因为我爱他，我希望他好。但其实说白了吧，我就是一个怂货。怂啊！你知道冯小文的女儿为什么隔了半年才报失踪吗？她义无反顾地跟过去一切决裂，跑到北疆来找你。她最终还是选择了你。我明天就去度蜜月去。您这是啊？来，你已经结婚了，我就放心了。接下来你要开启新的生活了，我呢，也要去寻找我的新生活了。我已经跟剧团辞职了。你要去找那个葛雨天？妈呢，演了一辈子的爱情故事，都是别人的。我真的很想演一次自己的爱情故事。就让我为自己活一次吧，好不？妈，你要是走了，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宝宝，为我祝福，好不？我会幸福的。化工厂发生火灾那天，所有人都在逃命。你好，请问你看到葛雨天了吗？快爆炸了！你好，请问那葛雨天你看见了吗？那能不能接我一下电话？求求你，求求你，慢走要爆炸了，我的妈呀！大家赶快撤离，注意脚下！葛雨天，葛雨天！葛雨天，葛雨天，葛雨天！只有冯小文一个人一心往无处。他以为你不接电话是在工厂里出了什么事，他害怕极了，葛雨天！拼命的想要找到你，想要救你。葛雨天！
他最后奔向了死亡。所以说，如果我接了那个电话，原来害死他的人是我，但是我害死的他。